各位朋友你好，我是 S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我要继续帮大家做占卜。那这次的占卜主题是关于2021年一开始的提点还有展望。那主要呢是针对各位的一个整体状况，还有呢可以如何更提升我们自己的频率以及财务方面的丰盛能量。那我这次是做了3个选项，从左到右，这里有第1组、第2组、第3组。那请各位朋友依照直觉选出一组你最有感觉的牌。然后因为这个是大众能量占卜，那有些讯息如果没有完全对应到你的状况，就是可以当作娱乐听听就好，请别介意，好吗？好，那如果你选好牌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来解牌了。好，我们现在看第1组牌的朋友，一开始很吸引我的就是这一张超听觉力。这里说呢，注意聆听，那这个呢会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或者是来自于其他人爱的指引。那这组牌的朋友呢，你们或许正在寻求一些引导，可能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工作，那也有是在情感关系上面的。而且呢，其实答案已经出现了，你已经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指引。因为这个是正位，那这个是已经进来的能量，所以请注意你周遭的讯息。这可能是透过与你朋友的谈话，那或者是影片里的一段话、一首歌，那路上的招牌，或者是所读的一篇文章哦。那你需要的讯息呢，会透过这样子各个不同的方式进来，而且呢，你会重复的听到，好吗？就是直到你去注意它为止。那如果部分的朋友你会无来由的，就是会耳鸣的话呢，那也代表说你可能让自己的一个情绪是处在了一个无法接收讯息的状态。那这时候呢，就是记得就是请让自己放松，调整心情，这样子的话，相信会有帮助哦。你们可能希望自己变得更有组织力以及有动力。那你看起来呢，也有很多的计划想要去做，想要去进行，但不知道从何着手，或者是说就是进度并没有如你预期当中的顺利。那这些讯息呢，就是这些讯息是鼓励你花多一点时间在能够与你的心贴近的计划与活动上面。意思就是说，去做你真正喜爱、想要做的，而且做起来呢是让你开心的，而不是因为说你需要去做，或者是说不得不做的部分。因为这样子对你来讲的话呢，会是比较有成果，而且会是顺利的，好吗？那我们这组牌呢，有部分的人也鼓励你们，就是到户外去走走，不是只有因为这方面的讯息有好几个，就是你们第1组牌卡的朋友呢，有好几张的讯息，我看到都是跟户外相关的 ，OK， 不是只有1张而已。那有些朋友也有可能你们在意的部分是与家庭成员有关系，那有可能是家中的小孩之间的关系，那也有可能你们有些人呢是有生育的计划，就是想要有小孩的。那如果这部分让你们目前的情绪比较紧张跟紧绷的话呢，就更鼓励你们要到户外去走走，就是让自己的那个能量是可以整个转换一下。那这个也会让宇宙的就是一个协助能量呢可以进来并且显化。那再来呢，就是在未来的这一年，你会发现宇宙是很有爱的。这个或许是你目前在祈求，但是还没有感受到的。那不过这边就是要让您知道说，就是这些能量呢都在等着要进来，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那你要做的就是放松你自己，那照顾好我们的一个内在情绪，理解到说一切都会很安好。那抽到这组牌的你们也有可能在生活上以及心灵上，或许之前刚经历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自发性，就是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改变。那有一些人可能是被逼着改变，就是说可能在这段期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子的状况，那就突然这样子的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转变。那无论目前的状况是不是你所喜悦的，其实这些改变呢都是一个祝福哦。你们这边呢有张非常好的讯息，这一张就期待有新感情的人啊，在2021年这个人呢会出现。而且如果说你身边已经有对象的，你们的感情也会更进一步，有机会会更稳定成长。那在做生意的上面呢，工作上面的伙伴关系也是会发展良好的。那包括如果你们有在事业上面的合作，也会是一个正向的发展。那包括如果这期间呢有合约啊、签约啊相关的事宜，都会是顺利的哦。我现在指的是目前现在当下一直到2021年初开始的能量，就是这个部分都会是顺利的。那有一部分的朋友啊，如果说你们觉得自己好像在一个很难解的状态上，就是思绪无法很清楚跟专注，请放掉这样子的想法，请先只专注在自己喜爱的事物上，那用比较柔软的心来看待自己跟周遭的所有人，尤其是你自己啦 OK， 就是不要苛责自己好不好，就是要知道说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再来让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财务的方面，我们可以如何让自己更丰盛。你看到这个连财运上面的牌呢，都是鼓励你到户外去走走，去接受大自然的洗礼，去抱抱大树啊，踩踩泥土，就是打开双臂，感受一下地球大地的能量，好吗？就是可以的话安排休个假吧。其实就算是到附近的户外去走走，或者是到公园去散散步，去看看户外的星星啊，都会帮助你重新发现宇宙无限大而且无限的丰盛。这个就是真的会对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很有帮助啦，因为你们有好多的讯息都是鼓励你们到户外去走走，去转换一下那个能量。那当你们就是可以专注之后呢，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去行动，好吗？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未来这一年啊，你们在工作、事业还有财富上面的愿景跟展望啊，是可以大有斩获的。那只是说对你们来讲，比较不会是目前来说比较不是透过投资、合伙或者是群众募资的这个方式，而是要有系统的规划，然后加上脚踏实地的去行动而得到的成果。在这部分也要非常恭喜你们。那再来的话呢，我们来用这个自我照顾卡来看看我们这组牌的朋友可以如何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能量。好，你看这一张又是 take a walk， 就是去散散步。好 OK， 那散步当然不是在家里散步啊，你要到户外去嘛，对不对？就是所以真的鼓励你们要出去走走，这会是对你们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活动。OK， 你看相近的牌出现了有4次所以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包括这一张走出户外，这个是很 take a walk， 还有包括这个 nature， 有没有？都是属于跟大自然有相关的牌。再来就是要与你的心的能量同步，这一张牌的讯息。你有可能平常是非常理性的人就是会用很多的头脑去做事情。那你们有的人会帮自己制定很多的计划，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做到。那鼓励呢，你们可以就是尝试依着自己的直觉，就是重视自己的感觉，然后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还有身体的感觉，去决定是否继续进行一件事情或执行一个计划。这个对你来讲其实会有意想不到的正面效果。那或者是说，这也可以说是顺势而为啦，就是我们每个人呢本来就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高高低低，那心情或许不会每天一样，那这个其实也是正常。
那当我们在能量低落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一定感觉得到，这时候呢，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牌组一直鼓励你出去走走，就是说该活动跟出去走走的时候呢，也就要放下手边的工作，放下手边你很在意的这一些事情。然后呢，可以这张牌，就是可以适量的吃些甜食啦，就是不需要怕发胖，或者是觉得甜食好像听起来不健康，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呢，会需要不同的食物。那在你抽到这个组牌的当下呢，就是甜食对你来说，对部分的你们就是有喜欢甜食的人来讲，就是反而是有益的。就是而且你看它这些，其实这个甜食可以是一些天然的水果，那现阶段它是可以滋养你，并且帮助提升你的能量。 OK， 好，那以上的讯息呢，是给第一组牌的朋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拜拜。好，我们现在来看抽到第二组牌的朋友。那一开始我看到的是你们当下的这个能量跟未来的展望，就是我们这组的朋友啊，在2021一开始呢，看起来你们会到一个可以让自己可以主导的一个位置上面哦。那这个主导呢，不单只在工作上面，而且是在生活上，就整体的层面，是对于你自己的人生。那无论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主导的位置上面了，那或者是说你是想要到这个位置上，那在2021的这一年呢，这个部分是可以期待的，会达成的。而且呢，你们除了回到可以主宰自己人生的位置上，也会有机会激励与启发其他人。那这个是目前已经有这样子的能量哦，而且你们会在2021年呢达到一个阶段性的成功。那虽然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目前所处的位置还并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目前对当下的状况呢，可能有部分的人也有着一些无力感，但是这个讯息告诉你，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哦，你的生活还有其他更好的选项，所以请不要认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或许呢，你会需要转个弯，那这样反而可以更快的到达你想要到的地方，因为另外一条路呢，可以是更顺畅，风景也更美好哦。那再来看起来，就是未来的这一年，你们会陆续的厘清以及了解自己所想要的具体渴望是什么，你也会开始清楚的沟通，那不论是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那对自己的部分呢，就是你会帮自己设下一个期望，那这个目标呢是清楚的，而不是那种模棱两可模糊的愿景。对于周遭的人，你也会让他们很明白你的期望跟目标。那这边呢，讯息要你做的这一张 OK， 就是要你呢，就是勇于承认它，对自己说，对，我就是要这个就是我想走的路，那个就是我要做的事，这是我要抵达的目的地，并且呢，勇于去想象自己已经拥有它，你的愿望已经成真的一个景象，好吗？这是这一张讯息所要表达的。而且呢，你不用去担心说要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你只需要单纯的允许自己去观想这个愿望已经实现的感觉，宇宙自然会带领你。而且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就是去执行、去行动、去做就是了。因为呢，我们后面这边有一张就是很强而有力的讯息。这个胜利呢，就是当我们让自己站到一个主导的位置上之后呢，一种对于自己人生啊，就是开始往自己渴求的方向流动的一种自在跟雀跃感，就是当我们自己坐在驾驶座，可以掌控自己方向盘的那一种感觉。如果有开车的人应该理解我在说什么。或者是说就是像骑单车一样啦，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可以好好的掌握那个龙头的方向的时候，有没有就算是有些倾斜不稳也没关系的那种悠游感觉。
而在2021年的展望呢，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可以拿回自己的控制权，并且得到胜利的结果。那这个胜利呢，并不是说好像在一个竞争里面赢得的胜利，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就是你渴望做的事，你希望发生的事被实现了的感觉，好吗？那再来呢，这边有个讯息在，就是说要请我们这组牌的朋友呢，记得多喝水。那尤其是当我们觉得比较烦躁的时候，就是可以泡澡啊，或是冲个澡。水的能量呢，能协助净化，并且调整回到正面的能量。那再来呢，就是要做的是深呼吸，对于我们的情绪上面调整也会很有帮助。这两个讯息呢，就是协助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呢，在通往这个自我实现的路上，能够让我们更快显化的好方法。那再来呢，我们这一组的朋友就是应该对于目前的健康状况也很在意。那我们有的人呢，就是或许是希望自己可以更苗条啊、轻盈，或者是希望身体更柔软，或者是可能有些人好奇自己的身体状况是怎么了，希望说能够再更健康这样子。那这边呢，宇宙其实已经回应了你们的一个期望，所以说你们就是除了信任之外呢，请让你们自己的内在去引导你，去改善到符合自己信念的饮食方式。就是比方说，如果你认为运动对你自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话，也可以尝试做些运动哦。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休息，那也就让自己多休息之类的。总之，这张牌的讯息就是，当你用心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你对于未来的展望啊，还有自尊，就会很自然的提升上来。那再来呢，我们目前有些朋友啊，可能是在一个抉择的关卡，那你们会让自己的想法就是来来去去的，有没有？那当我们的能量在这样子的状态啊，你也会发现周遭会发生让我们很两难、无法做决定的事情。但是不过我们从后面的这些牌看起来呢，你们知道什么样子的决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所以说您还是会下定决心啊，并且开始往你们真正想前往的方向去行动。而且在未来的这个2021年呢，你周遭的朋友跟同事也会是你一个支持的力量，就是在团体当中呢，你会是开心的。这是一个与社交有关的讯息。那在社交层面呢，这整个能量就是非常的光亮，所以有可能你会参加一些支持的团体，那是跟你就是有相同目标的一个团体群组里面，那也有可能是工作上面的同事，或者是与你自己的个人兴趣上面相关的团体。在这部分呢，你会发光发热哦，因为这一方面呢，会为你带来一个兴奋的感觉，而且这方面的能量也会帮你带来好运。那这个呢，就是也是提醒你，如果说你目前还没有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就是鼓励你踏出去参加一些你有兴趣的团体或者是社交活动，你是可以从中去得到欢乐的，并且在这些活动当中，你会得到你需要的讯息、指引跟帮助。真的就是换个想法，转个念，你就会发现另外一条路就出现了。好，那因为我们每个人也都非常关心自己的钱财跟财富方面嘛，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在2021年初如何可以让自己的财运能量更丰盛。好，第二组牌的朋友呢，在金钱的部分其实是有一些基础在啦，就是你们之前可能工作上面的努力呢，是有存了一些钱下来，或者是说可能在投资的部分是有一些进账的哦。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要在钱财上面再继续增长的话呢，在心态上面我们是可以再做一些的调整。那这边的讯息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丰盛的能量上面可以源源不绝的一直进来。那怎么调整呢？那这张牌卡其实我在另外一支影片呢也有抽到同样的牌，不过在另外一个影片呢我并没有说得很详细，所以这边呢我想要再做一些的补充。就是首先我们这
这组牌的朋友呢，可能我们对于一些没有在预期内的支出呢，比方说可能有时候不小心拿到一张罚单啊，或者说可能车子突然需要修理，或者是说可能在家庭支出上面有超支等等，可能对于一些预期外的支出呢，会有莫名的情绪在。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能量呢，它其实是来来去去的，有进有出。那就是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流动是正常的，金钱呢也是属于能量的一部分哦。所以任何形态的花费，包括这些不在计划内的，如果我们能够抱着就是这是属于，你可以把它当成捐献的一部分也好，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爱的循环，是一个善的循环。总之就是抱着欢喜的心情去支付这一些费用，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在这个部分的支出减少了，而且呢财富呢会加倍的进来，那个效果其实就跟我们真的去捐献做善事的能量是一样的哦。你也会学着理解到，只要是属于你的财富呢，别人无论如何是拿不走的，因为这个宇宙的丰盛是无限的，那彼此间也没有所谓的竞争，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所拥有的，我们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财富创造上面，好吗？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下一年初呢，就已经帮自己设立下很良好的一个丰盛心态。好，再来我要用自我照顾卡来看看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增强我们在身心灵上面的一个正面能量。那首先是音乐，如果说你对于听音乐或者是唱歌，或甚至你自己本身有在玩乐器的话，就是建议你可以多进行这一方面的活动。那或者是也可以参加音乐会，这对于提升自己的能量呢是可以有帮助的。那再来就是，就算你只是静静的躺着，其实很奇妙，这个有点类似像冥想的一个效果，就是静躺着休息，但是其实在没有睡着的状态之下，当你发现自己的意念在流动，就放下它的当下，你的频率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提升，不需要特别用力去做什么。那这个的话呢，是设置祭坛，其实就是说帮自己设置一个神圣的角落啦。如果你们的家里是有祭坛神明厅，就请把它维持干净。而这个神圣角落呢，说的也可以是你平常在工作的地方，就是属于你个人的空间，也请维持干净与整齐。这个对于我们这一组牌的朋友一部分的人呢，这样子的这些仪式或许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好，那以上的讯息呢，就是分享给我们第二组的朋友，那希望这些讯息对你有帮助，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拜拜。好，再来我们来看抽到第三组牌朋友的牌卡。抽到这组牌的朋友呢，首先要恭喜你们，就是在2021年的一开始的展望就是你们在灵性层次上面呢，会有更上一层楼的进步。你们呢，或许你们在对于心灵方面呢，一直有在持续的学习，或者是说是从生活中的经验，让你们从中领悟到许多层面，说你们在灵性上面有了更深的体会。那现在的你呢，其实已经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上面，你可能发现自己就是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呢与以往不同了。那现在的你呢，会用更大的视野去看一件事情，就是你会从一个心灵的层面上面去看透一件事情的发生。以前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可是你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的明白其中的原因哦。那当一件比方说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周遭的人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出现，那你的看法也会是有别于别人的，你开始停止就是只看事情的表面，而是会理解到更贴近真相的事实。而且你也开始呢，会让自己就是顺势而为，就是会让自己开始比较慢活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你不会强逼着自己，就是在什么时候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你会比较开始就是在意自己的感觉，然后跟着自己内心的指引走。
那你也会发现自己就是显化的速度加快了，因为你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真正你会更清楚的知道就是真正的自己是谁，这很酷诶。那你也会了解到说自己是充满力量充满爱的，而且呢你明白你是能够创造自己实相的。抽到这组牌的朋友，我相信应该不是每个人都有一点年纪了啦，但是你们拥有蛮多人生智慧的，然后你们也会愿意就是对于自己的梦想以及自己的愿景投注更多的耐心，就是你的态度是不急不徐的感觉，就是很慢活，因为你知道说这个愿景呢会在最适当的时刻显化。而除了在就是心灵层面呢，对于精神世界的一个理解之外，比如说在身体的层面经历到一些灵性的经验，你们或许有的人是可以看得到能量的，就是可以看得到气场。那也有一些人可能是有一些可以把事情看得很透彻的一个能力。那你们的直觉力也很强，就有的时候呢，你们会透过梦境去接收到所需要的讯息哦。OK， 就是这整个上面的牌卡的一个整个讯息，就是非常，就是你们在一个灵性精神层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个还蛮高的一个领悟。那我们的一个灵性能力一直在增加的同时呢，要理解到就是我们要维持我们心灵上面的一个正向能量，好吗？这个是下面这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做来维持就是可以继续提升我们的一个自身能量的讯息。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有对应到这一些状况呢，那宇宙这边是要鼓励你以上的这些发展，就是灵性上的发展都是很美好的。那如果说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在心灵的修持当中呢，就是在修行当中如果有产生任何的恐惧，请放下这样子的想法。我们要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终究是在处在一个二元化的物质世界里面，所以说我们的情绪能量一定会有高高低低。那我们的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呢，也是能量比较低落的时候，那你所看到的灵性世界呢，其实也会反映出你当下的恐惧跟能量低落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记住以上这一点就非常重要。OK， 就是只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恐惧，放下引发我们负面情绪的想法，那把自己调整回到就是原本的正面能量，那你所看到的灵性世界就会是很美好的。而这个美好呢，也都会显化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中。那并且这边呢，也是要鼓励你接纳自己。就当你记得真正的你是谁，也请不要吝于把这样真正的你展现出来。其实你的身边周遭呢，有很多的无形力量是在帮助你的。因为你跟你的心灵层面有很深的连结，那也或许因为你一直在这上面有在做探索，所以这个宇宙呢，或者说是你的高我，你相信的神，他们都一直在你的周围帮助你。 OK， 就是所以当你在生活上或者是说在精神上面有需要任何的协助，都请不吝向他们提出来，你会得到你所想要的帮助，好吗？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二组牌，朋友在财务上面我们要如何可以让这一方面的金钱能量更丰盛。感觉我们这组的朋友我们在那个财务方面上面的状况是飘飘的，就是也是飘飘的，这样没有很扎实的感觉。那这边呢，就是要鼓励你，就是去放下那一种就是灵性的丰盛与物质的丰盛是无法兼得的信念。就是要请你放下那样子的信念，因为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宇宙呢，绝对是丰盛的。那若是一个人，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在心灵上面很丰盛，但是在金钱上觉得很匮乏，那么你就是让自己在匮乏上面很丰盛，好吗？说法好像很奇妙，但是很合理嘛，对不对？OK， 那这些讯息就是要告诉你说，你值得所有的美好。那这个美好呢，就是心灵物质层面是一体的。如果你在心灵上面可以很富足的话，物质上绝对也可以同等的富足。所以说这里
就是鼓励你要放下，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信念，放下这样子的信念。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组牌的朋友呢，可以怎么样再提升自己的一个频率。好，那这边呢，就是鼓励你们去做一些体力活，就是运动啦，就是一些肌耐力的运动。你看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灵性很高，然后他这边有一个第三眼，就是指说他是也非常有洞察力的，是鼓励你们呢，就是身心均衡发展。OK， 那或者是说，如果你们有冥想静坐的习惯，可以做一些 chanting。好，那它会帮助你呢，就是在整个身体上的能量流动。没有，它这边可能它能量从底部海底轮这边一直向上扩展到喉头这边，所以它能够增强你们在下半部的一个整个能量。那另外呢，也鼓励你们就是多喝水，要补充足够的水分，这个对于整个身体的一个循环啊、新陈代谢都会有帮助哦。好，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讯息。好，以上就是给第3组牌卡朋友的讯息。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解读，请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还有分享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了，拜拜。